我们家郎君那是圣人的心腹，是苏定方将军的爱徒。怀疑我们家郎君是什么北部细作，哼，那得先问问圣人答不答应。行了，你们赶快告诉你们那个苏参军啊，让他赶快放人。如若不然，就等着圣裁吧。水呢？郎君，您可算出来了。阿成，我们走。是。苏某已备下酒宴为裴长史压惊，还望裴长史能给我一个致歉的机会。阿成，我们回关驿，焚香沐浴更衣，去身上的晦气。苏某还备了一份厚礼，望裴长史笑纳。小人带兵不严，令裴长史蒙屈受冤，实在罪该万死。只是裴长史若这么负气走了，我家参军定然不会饶了小人。裴长史大人大量，饶小人一命。裴某这刚从大狱里出来，应接不暇，怎还管得了你的死活？有这闲工夫，我还不如操心操心那几个在狱中的狱友，说不定在他们里头，也有几个人和我一样含冤受屈，正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呢。苏某冒昧，还想请裴长史与我一同审问狱中那位小娘子。这一来，裴长史与那位小娘子有缘；二来，那位小娘子更信任裴长史。只要有裴长史在，定不会有冤案发生。对，定不会有冤案。既然苏参军说这是公务，那裴某也自然是不好拒绝了。裴某此番到西州任职，正值北部作乱，的确，我也是该向苏参军好好取经，多学几招才是。小娘子，苏参军开恩，要先替司法参军和裴长史一同问你话。这位军爷，不知这问话是怎么个问法？不会用刑吧？哎，小娘子别怕，近来北部细作猖狂，把你带回来就想问个清楚。待会儿你要能解释明白了，苏参军啊，自然会放你回去。军爷放心，民女绝不敢混说。走。禀苏参军、裴长史，嫌犯带到。民女拜见裴长史，拜见苏参军。小娘子叫什么名字啊？为何被带回府衙？又为何喊冤呢？小娘子莫害怕，如实说，苏参军定会为你做主。民女玉儿自小在西州长大，这是到凉州走亲戚，今日要返回西州，怎知还未到城门，便遇到兵爷上前问话。民女没见过世面，心中害怕，一时语焉不详，所以才被兵爷误会成了细作。这般娇滴滴一个小娘子，独自一人拖在商队西行。你的家人呢？夫婿呢？莫非还待字闺中？参军不提到罢，一提这话，民女一肚子苦水。民女离开西州前，正值新婚不久，本以为嫁了一个有情有义、知冷知热的夫君，谁知竟是个没良心的，不过是遇到了一时的难处。
竟留下了一纸休息文书，独自跑路了。所以我才会到凉州走亲戚散心。这么没担当，算什么男人？苏参军身为男子，也是这么觉得。民女还在想，或许他真的是有什么苦衷，是为了我好。他就是有天大的苦衷，也不能丢下娘子独自一人跑路吧？这般薄情寡性、没良心的夫君，要他作甚？以小娘子的美貌，再找一个知冷知热、懂得怜香惜玉的郎君，有何难呢？裴长史，你觉得呢？小娘子受苦了，来，先喝口茶，润润嗓子。喝完了茶，再慢慢骂。裴长史，哎，依我看，这玉儿娘子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良家子，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北部细作。不知道裴长史意下如何呀？苏参军明断了。这玉儿娘子孤苦无依，独自一人赶赴西周，这一路上怕是多有不便。此次是你运道好，遇到我与裴长史了。那若是下次再遇到危险，又当如何呢？我看裴长史不如好人做到底，将玉儿娘子一路护送至西周，也算做了件行善积德的好事。裴某身为西州长史，百姓若有难，我定将出手相助。玉儿娘子只要跟在裴长史身边，日后定再无坎坷可言。不知民女是否方便与裴长史说句话？你等着，看我离开这里之后怎么和你算账。苗丽，你还不肯原谅我吗？有裴长史护我周全，玉儿自然是求之不得的。进来。娘子，郎君啊，怕娘子饿着，特地点了几样你爱吃的菜，吩咐阿成送来。哦，郎君还吩咐阿成去门外守着，不让任何人进来，娘子安心休息便是。阿成，守约有没有告诉你？为何要在这险地多留一宿？这郎君的脾气，您还不知道吗？那姓苏的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郎君啊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啊要让他也吃些苦头，这才解气。
佳肴，美酒，知己。南景来凉州3年，难遇一故交知己啊！裴兄深得圣人器重，日后必定是前途无量啊！以后还望裴兄照拂一二。人人都道我深得圣人器重，可又有几个人知道我此行西周的缘由是多么一言难尽？此话怎讲啊？都怪我一时大意，中了长孙太尉和褚遂良这2个老匹夫的奸计，这才被贬到了西周。干了！南景愿闻其详，也好为裴兄出出主意啊。你莫要多问，到时候把你也给连累了。总之，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。圣人要是再听信那2个老匹夫的话，迟早要吃大亏。我睡一会儿。裴兄，裴兄，你千万莫将今日之事传与第2个人知晓。你可不能像那齐州长史于承素一样，为了自己的前程，把我给出卖了。齐州长史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子？裴兄，这主意是你教我的，可怨不得我心狠。这么多呀！哎，小心，有劳了。啊，我还能喝，真酒来啊！郎君，您点的菜啊，夫人都吃完了，还在屋里给你备了解酒汤，还特地嘱咐我，让我别告诉你。那你还和我说？郎君，知己知彼嘛。来，小心。小心。夜深了，裴长史这样来我房间，是想让你的不端行为人尽皆知吗？人尽皆知，不正符合我养了一天的好色之人吗？况且我猜苏南锦此时正迫不及待地在写文牒，参我诋毁长孙无忌和楚相之罪，哪儿用得上我？
快马将文牒送入京城，不得延误。是。大长公主那边要不要一同汇报？再等等。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？苏南锦为何要参你？因为我方才借着酒劲，大骂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设计陷害于我，结果贬出西州。然后我借着醉意，警告了苏南锦，让他千万别学齐州长史于承素行事。齐州长史于承素，我想起来了。王皇后的舅父柳氏被贬，途经齐州，齐州长史于承素上奏弹劾他私议晋中事，因此柳氏又被加贬千里，而那齐州长史于承素却因此得了嘉奖。苏南锦一心想立功，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捷径。他这奏章到了圣人手中，还不认定苏南锦是长孙一党？此其一。其二呢？各地官员的奏章都要经过尚书省，他的奏章语涉了长孙无忌和楚相，自然就会被他们知晓。所谓疑心生暗鬼，他们两人肯定会疑心苏南锦知道了内情，又岂会乐意让他回长安宣扬此事？这苏南锦一门心思想回京，正所谓欲速则不达，古人诚不欺我。苏南锦的这一份奏章，同时得罪了圣人和朝中2位重臣，下场会如何，可想而知。你这可算是公报私仇。苏南锦这种人，为官一任，祸害一方，为了自己的前程，连子民的身家性命都不顾。我不送他这样一份大礼，难道还让他为非作歹下去？更何况，他还想将你灭口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你不支持武昭一立后，圣人还在气头上。若苏南锦的这份奏章合了圣人的心意，再给圣人处罚你的理由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圣人是明君，对西域素来有雄心壮志。你还记得临海大长公主芙蓉宴那日，圣人宣我进宫面圣吗？陛下厚爱臣，有意擢升臣进吏部，可臣更想去西州为吏。你为何要去西州那个荒芜险恶之地？北部之乱，始终是陛下的心头大患。如今西域局势不稳，今有西北部平生叛乱，原有吐蕃虎视眈眈。我朝虽置都府、步边军，可却不得不以来降藩王为西州之首，此举终非长久之计。臣以为，欲平北部之乱，从急而易，在于军威震慑；从长而易，在于凝聚民心。臣愿去西州赴任，尽筹集军粮，教化边民之责。陛下的恩泽，广施于蛮夷大地，令大唐明月光照西域疆土。守约之志，果然与朕不谋而合。朕有意明年派苏定方将军平定西域，若守约，愿赴任西州，提前去帮苏将军打前站，此役必定事半功倍。为君分忧，乃臣子本分。况且边疆战场，乃健儿建功立业之所，臣不敢辜负圣恩，亦不敢辜负恩师的教导。行简不才，还请陛下成全。若大唐臣子个个与守约一般，朕还有何忧、何惧？
这就是你们君臣那日聊的内容。这么说，无论有无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设计陷害，你都会做这个西周长史。只是比预期更早一些动身赴任。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给了陛下一个理由，我们君臣同心，就将计就计了。琉璃，这么晚还不睡，还备了醒酒汤，你是不是担心我？才不是呢。醒酒汤也喝了，夜也深了，裴长史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琉璃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这都是我的错。今后有什么事情，但凡能和你说的，我绝对不会瞒你。我也绝对不会在意厢情愿的自作聪明，凡事我都会和你商量，共进退，绝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。那什么是不能说的？军国大事不能外传者，他人隐私不能相告者，还有，我们有5成把握之事，说出来图乱人心者，就这3样。裴长史刚才所说，着实令我感动。只可惜，裴长史已经写下了放弃书，如今你我是陌路，再无夫妻名分。裴长史还是请回吧，有什么话明日天亮再说。放弃书？什么放弃书？你拿出来给我瞧瞧。放弃书被那狐女偷走了，我如何还拿得出来？既然没有放弃书，那你库迪琉璃就一辈子是我裴行俭的夫人。琉璃，今后我再也不会放手了。以前我只想你过得平安喜乐，不受到半点委屈伤害，因此才放手把你留在了长安。但是我后来才知道，我放手的那些东西，你都不曾放在眼里。我能做的事情，你能做得比我更好。琉璃，从今往后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走上哪条路，我都绝对不会再放手了。当初你想放便放，如今想不放就不放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知道你恼我，你恼我也是应该的。可是这1个月来，我日日都在后悔。我原本以为我们只能在梦中相见了。那还不是你自找的？是，都是我自找的。你欠我的，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。
月多谢裴长史和库迪大家的援手之恩。举手之劳，柳阿坚不必客气。敢问如月为何独自一人前往西周？如月自幼与表兄情投意合，双方父母早早为我们定下了婚事。如月只知表兄被发配到西周充军，这次出行便是出去寻找他。禀都护，圣人指派的西周长史裴行俭一行已接近敦煌，西周司马和王明甫已经带亲兵前往敦煌迎接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有害虫要来西周了，你们怕不怕呀？ 啊！怕呀！别怕，都别怕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们，啊！守约，是何人在吹笳？这屈司马为了迎接我们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胡笳生醉杯，白衣胡姬吹。一曲犹未尽，愁杀别乡人。长史不好奇我是谁吗？放眼西周，如此风华绝代的人物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。长史谬赞了。 崇玉奉家父之命，特地在此迎接长史。屈都护实在是太客气了，有劳司马。我们怎么算也是一见如故。什么长史长司马短的，以后叫我玉郎，好吗？司马有命，行俭不敢不从。啊，玉郎。
裴长史在圣人面前可是大红人，这次来西周，可是要大展身手吗？裴行俭，乃一介犯官，被贬才到西周，绝无插手西周政务之念，只愿安分守己，做个马前小卒。还望都护与司马随时差遣。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严重啊！来，引荐一下，这是我的妹夫王君梦，如今高昌的县令。王明府，见过长史。前几日在底殿见长史身边只有一个仆从，怕伺候不好，所以司马特地关照我，将他们送与长史。还不见过新主人？这不可。长史不必客气，这些都是西周各部族长进献的美女，已经经过特殊调教，其乐无穷。长史一试便知。这太过于隆重了，裴某断不能收。长史不必客气，跟过去看看。收着。阿古，跟过去看看。这万万不可。既然人家盛情一片，守约你就收下吧。守约，这二位是？我来给夫人引荐。这位是西周都护的公子屈崇玉，屈司马。这位是他的妹夫，高昌县令王君梦，王明府。这位是我夫人，库地琉璃。司马送这些妙人给守约是什么意思呀？是嫌我庸脂俗粉、粗浅笨拙，照顾不好我家守约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夫人天生丽质，心灵手巧，岂是他们能比的？那你是嫌我伺候的不好，照顾的不周，满足不了你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行俭此生有夫人一人足矣，此心不改，对天发誓，日月为鉴。那他们呢？司马好意，裴某心领了。行俭已有夫人，此生别无他求。这些美人，恕行俭不能收。这就拒绝了？刚刚我可是应了司马的，你当真不后悔？绝不后悔。司马，那他们不收便算了，反正也是一番好意嘛。好意？这位是我夫人的表兄。敢问如何称呼？穆家三郎。穆家三郎真是生得一表人才啊！我有些乏了，司马是来迎我们的吗？司马一片盛情，我也有些受宠若惊。那走吧。今天，这个屈崇玉真是气死我了，居然当着我的面送你这些婢子。以后我定要让他好看。你还是少招惹这屈崇玉为妙。此人城府极深，疑心甚重，非常危险。这世间能让我看不透的人屈指可数，但那屈崇玉绝对算一个。那有什么？裴行俭我都不怕，又岂会怕他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不怕，
是我怕行了吧？你怕他什么呀？屈司马当年在长安颇有些名气，16岁时就有贵女疯狂痴迷于他，纠缠他的有之，为他争风吃醋的有之，但是他丝毫不理会，一门心思寄于那些貌美少年。等到他娶妻生子后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收敛了，但是他却对外宣扬，幸好投胎生的是儿子，这样以后再也不用面对女人了。如此嚣张，他就不怕自毁前程？正因为他放荡形骸，朝廷才放下对他的戒心，准许他回了西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有可能故意做戏给朝廷看？夫人，请随我这边走。这院中所有的布置皆是出自于司马之手，清幽雅致，匠心独到。最有特点的就是散布在这院中各处的热汤了。敦煌人给这个院子取了一个魂名，叫汤泉院。平日里面，就算是路过的大汗王子想要进来，也非轻易之事。这几日，为了等裴长史，更是一个闲人也未曾进来过。在这荒漠孤城造了这么所院子，你家司马还真是体恤百姓疾苦啊。哎，屈家司马若是过得不骄奢淫逸，那岂不是惹人怀疑，说我们屈家居心叵测？确有番道理。不过若心胸坦荡，又岂会怕人猜忌？夫人此言差矣。自古多少忠臣良将皆毁于小人谗臣之口，若非如此，裴长史堂堂君子，又为何来我西周呢？君梦就送到这里了。有了，王明府。夫人，请。你们都下去吧，这里不用你们伺候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，夫人。长史夫人到，王明府到。这屈司马的穿着做派，
真像只开了屏的孔雀。